乡亲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飞》，我係吳思怡。呀，大家都講有一道嘅聲音見到見門咯。今日我帶鄉親嚟關心嘅係漢藥房嘅門咯。其實大家呢聽說都有去看過中醫，本中醫生來看人嘅身體情形診斷，行過拿漢藥轉醫師。只唔過唔識得漢藥同人去漢藥房。哪個漢藥有乜嘅無功用，鄉親咁啲？韓國呢，現時聽到人呢，有健保給付過後，大家去看中醫生，見來見啲片呢，對一個漢藥房嘅生存又有乜嘅壓力，韓國困難。尤其呢，也大家都知道過，愛做一個要用藥嘅拿藥嘅，我要專業嘅藥師來做一件事情。唔過要專業嘅藥師過後，對一個漢藥房嘅生存又有哪啲嘅壓力同影響性呢？今日嘅村民太飛，我帶領大家來了解漢藥房嘅生存問題。馬上為大家紹介今日嘅參加嘅來賓。頭位我先紹介係台灣中藥權益促進會嘅有機會長顧春富，春富你好。大家好，我係台灣漢藥房嘅陳橋顧春富，當歡迎今日來到村民太飛。歡迎，三來我紹介係中國醫藥大學中國藥學會中藥資源學院嘅主任張文德主任。大家好，我是張文德。歡迎主任。三來我紹介係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嘅會務顧問彭志勇先生。大家好，我係彭志勇。歡迎。鄉親家有同大家講到，漢藥房同一般人會去用健保去看呢人嘅漢醫有乜嘢冇用呢？其實呢，用很簡單嘅想法就係，一般呢去漢藥本市場看哪個漢醫佢開嘅藥嘅啊，單都係人講嘅藥款呢。也就係也一般人啲很多科學中藥，係講呢，要自家出錢買到嘅很多。保衛藥嘅水藥啊，記住按到一般可能會睇漢藥房地度出現呢一條漢藥材，拿來補做一個漢藥水藥來食。其實呢，也當中有同太藥項目係冇共用嘅喲。一開始，今日先帶大家來了解一下漢醫嘅發展。有爭議已經90人死嘅，包中藥材下起上落。寮屋和屏東呢鋪嘅街巷開中藥房已經超過200年咧。時代嘅變化話吼，見落國務研學嘅研學見多推嘅吼，冇像頭擺嘅50年前、40年前嘅中藥清新，而家嘛吼，他個人談方便，我用錢就麻煩，個有個中藥嘅價格啊，唔標準，見死咪這樣見死吼。是多有個年輕人啊，唔接受嘅。劉先生記得早上喺藥房請醫生來看診，中醫師同藥房嘅 TV 共用數度準件。照中華民國中藥商全聯會嘅統計，對1995年實施全民健保以來，中藥房桃園當年減少600人間，到今年頭實際登記嘅存冇4000間。一間到台北市萬華嘅百年中藥行，係後生一輩嘅張勝陽來食，佢係貼配一套中國醫學大學中藥所，介紹剃頭中藥文化，做法傳下去嘅。我覺得這個產業比較大的困難就是專業的人員養成不容易啊。第二個當然就是現在水藥的那個單子就比較少了嘛，大家都去中醫診所，那中醫診所它就有煮啊抓藥的這個服務，那當然就是進一步就會影響到我們中藥房的這個生意。像按農藥材啊，唔係頭擺喺二樣認識啊。因為一行認識，因為好辦要講計起好辦，因為第一認識嘅時候講要師傅師傅師神按你就濕傳，開始按你慢慢地按你。黃玉華係對學士嘅做醫師，開店時節，台灣傳統中藥發展已經漸漸沒落，也傳不滿嘅黃一文。黃玉華認為中藥和文化係對根本治療還係有優勢。個中藥是不可磨滅嘅產業啦，我冇中藥嘅問題啊，我不覺得啦。中藥啊，係萬一啲傳統啊，萬一啲傳統嘅，我對中藥啊，我有信心。中藥是必須存在的，那我
其实也不会想要放弃这一块。我觉得可以走烹饪的食材，然后结合中药或者是美容的部分，然后再来是养生。我觉得这3个方向可以试看看的。王福良之也都有中药上嘅执照，因为认识药材技巧同中药文化係中药生涯基本，肯定中药房悄悄冇落，希望生涯做出新嘅發展。我想透過家影片帶大家來認識漢藥房應用嘅經營和個運作嘅。其實怕有1多年。可能係後生人唔了解乜嘅按到漢藥房，因為呢，佢也單單都係去本中醫生看，佢就拿嘅漢藥同人家看到漢藥房地度嘅個漢藥材，其實係要動態嘅所長。也就係講一般人係冇經過了解，其實會唔知呀兩個所長先係睇難。故所講，我特別嚟關心漢藥房嘅生存問題，做乜嘅呢？先帶大家看一啲數據哦。其實呢，台灣嘅漢藥行，人講嘅中藥房啊，佢主要就係賣人家影片度看到嘅，佢係年輕咧就漢藥材，佢做哋拿來去做相關嘅後置處理，再個拿來做漢藥去賣俾一下嘅民眾。故所講呢，頭擺漢藥房嘅數量啊。睇民國2000年嘅時節，也就人家講到喺1995年開始實施全民健保過後，5年過後，當時全台灣還有15000人間一個漢藥房。不過呢，年4年一個數量係減少嘅，頭於1年會少600到700間，一個數目是。社會一個速度增加嘅動作，一直到為2018年嘅時間，看到一個數量存到7000人間，天天減嘅8000間。也就是講，舉例來講，全台灣呢一個漢藥房嘅數量係少咗一半嘅喲。韓國呢天天一下環境，韓國家下講到嘅經營冇咁簡單，主要就係呢大家係講想要拿到幾種做啲經營嘅執照，漢藥房嘅經營執照，漢藥廠嘅執照，其實一下幾件。20年都冇發一檔執照出去嘅，也就係講，一個數量漸來漸少過後，雖然講呢，政府又可以咧機會做啲本單要做一個漢藥嘅人員，佢做啲大幫相關嘅學習知識過後，去拿到一項講嘅執照，唔過一下有一項執照嘅人咩唔到嘅。故所講，人就會講漢藥房嘅數量啊，生下來真係係當門下面會漸來漸少嘅。主要嘅原因有乜嘅呢？第一咧就係講，一下呢會買漢藥嘅人員啊，佢係較少新來嘅人，也就係講佢中間可能會有斷層。年輕人經營漢藥房係學士嘅有。一般講係老師傅帶定學生嘅學徒嚟做，唔過呢一下呢一定有人嘅，其實我經營自家嘅漢藥房係有困難嘅哦。一當中嘅問題，人大家就會詳細嚟討論。再過來就係人家有講到嘅後生人其實對漢藥房唔同認識，有啲人甚至唔知。再過來就係一下呢有健保給付過後，人家看到漢藥房買一件條漢藥啊，佢其實係冇健保嘅。韓國呢我用保嘅，大家可能對一項技術唔係很了解，故所講較唔可以去買來用。再過來就係一下市場競爭其實動態，故所講對漢藥房嘅生存遇到動態嘅困難。實際我先來了解一下漢藥房嘅經營嘅情形樣嘅，我請教下理事長實際睇經營咯，然後同時要睇全國睇做一啲非務顧問，你再同我講下一漢藥房嘅經營情形。講到你漢藥房嘅東西，你喺行業其實我睇我喺第3胎，從我叔公、我爸爸都愛，我上第3胎，後生嘅時節我咪去考中醫師，正經冇簡單，當然考。做乜解經營漢藥房係可以靠中醫師咯？其實我哋藥房嘅時陣大概時節都喺藥店做嘅時間，除了自家去做藥嘅還有多嘅時間去自我充實。所以我哋有隻機會在100年之前有中醫師檢特考，其實我也我有參加去考，其實嘛當辛苦。所以講我老闆咧做藥房嘅條學徒嚟講差不多全部都要去讀，自我充實，然後去考中醫師，考到是變醫生啊，對醫生啊，規個社會嘅 TV 絕對冇中央嘛，
啊考唔到，硕士都不卡药店吼来做你咧吼个药店的生意。当然做起的生意吼，老一辈的人吼，佢对了中药吼蛮重视，啊你啊很多人吼是还冇重视。啊其实到每来吼，我哋药房真部其实用药师吼。药师考即修个16集学分，是来管理啲中药房。其實兩點我感覺對我講，我感覺我千無滿意啊。其實我來咩係藥師師，嚇咩藥師，結果佢不卡嘅翻藥，佢識唔透。好，本嚟嚟起店面，佢冇隨條起啊，冇隨條嚟起嘅店面，啊，所以講佢去藥廠嚇，嚇去做人嚟廠長，啊，其實佢藥師本身嚇，佢嘅營業範圍廣泛，哦，佢做醫院，藥廠，冇是自家開嘅社區藥局，啊，佢嘅出路廣廣，你啊政府嚇為到講，當然一個證照嚇，證照嘅嚇時推，講把中藥嚇歸本講藥師來管，啊，其實藥師佢本身受嘅16個學分嗬，根本唔拿，藥水是唔聽啊，啊，所以講政府你按多年來，啊，其實像當到我哋個窮行嘅後退，佢爸爸媽媽哋做，嗰時間冇發藥罩啊，冇發藥罩，啊，後生人講，我看唔到每來都來位啊，我仲係都冇做，我爸爸有牌。啊，我咧經濟做，啊，我又冇牌，啊，所以講變成第一問題嗬，千多後生人，佢每一天去帶到屋企嚟，嗬，同人又去做，啊，你加上你哋開藥店嘅時間嗬，營業時間短長，係當多全部係兩公婆嚟做，冇事誒，嗬，兩隻嘢嚟做，冇法度做啊，一個人做唔得來，啊，你照你下，該薪資所得嚟算嗬，其實算唔符。其實我對一個產業嘅整體性先嚟規劃，嚟看好一個產業佢未來嘅前景，韓國佢當中有遇到乜嘅問題哦。最重要就係冇俾一個產業出現斷層。斷層嘅問題呢，就係講我要後生人也係講行業比來接。故此講問題我請教下政府哦，唔係佢未來參加，第度韓國人刺激媒體其他後生人嘅角度上嚟帶動一條藥師嘅權益，中藥嘅一個部分哦。跟我請教下嗬，其實你先前就來上過人哋節目，我們更加關心下嘅議題。嘅出名角度，唔知道講漢藥房，唔講係漢藥房嘅需求，也一個產業嘅情形。曾建聰理事長講嘅安尼係。公司機哈，講真的啦，因為我們多年前哈，我們其實很短時間，我們就3次的哈走上街頭，為了我們這個已經真的是已經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曙光的產業呢，走上街頭去做陳情抗議。那為什麼？其實因為我們不得不這麼做。那當然，很慶幸的是，我們在108年的8月份的時候，那我們政府呢也頒布了這個解釋令，來給我們了一個成績的這個機會。那也算是對我們中藥商這個執照給了我們一個急救的葉克膜。這個部分當然我們還是很感謝我們政府有這樣的一個急救措施，給我們這樣的身份可以繼續的延續這個工作。但說真的，在我所了解這個中藥房的這些從業人員他們的心聲啊，我跑了全台灣很多的藥房，認識很多的年輕人。現在年輕一輩的年輕人其實一點都不怕考試。我們真的很想要政府幫我們做的，其實是一個要有一個專業身份資格認證的一個考試制度的建立，能夠妥善的幫我們建立一個教考訓用的一個制度，用一個完整的方式去讓我們這個行業的人，讓民眾，讓更多的單位更認可我們中藥房從業人員的這個資格跟身份。那不是單單給我們一個葉克膜而已，因為其實這幾年來，你看我們從108年頒布這個解釋令以來，到現在已經113年了。那政府說坦白，除了這個解釋令以外，那接下來對我們這些後面的規劃，我說真的我沒有看到。然後積極的推動更是少之又少，甚至說真的都是被打壓的情況下。所以我們很希望透過這個節目傳達出去我們的心聲，希望大家共同在關注我們台灣中藥房這些從業人員的權益，不要再這樣的被
怎么讲，没有完整的规划，那让我们台湾的药房就这样走入了中药的所谓的以后的历史博物馆，然后只能在历史课本上看到，这会很可惜，因为中药从业人员他拥有的是很多专业的技术，而不是单单的认识药材而已。时间去可以累积下来的专对，业，因为很多的东西，很多的精髓，真的是需要大家花时间去了解，甚至一代一代传下来，而且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那这样子，我们台湾的民众需要使用中药的时候，才有专业人员可以去咨询。对。所以陈副讲到这个一推一推传下去，其实就係有心想去做一件事情，唔過係講政府冇聽數。政府冇建立嘅制度，其實對亞下睇做嘅人，繼續會遇到動態嘅困難。啊，總共就係，即個講咗嚟，係講我做人才嘅培育，也就會做到人家講到嘅教育現場，就像家下理事長講到嘅，教育現場亞下呢，主任佢係。也個可能係全台灣唯一咯，睇中國醫藥大學地度有做一個中藥嘅一個資源啊，韓國藥學嘅相關嘅可能，全台灣唯一。跟我請教下主任，也就可能學生嘅，佢呢邊也嘅科學嘅地度，也就係用嚟建立一個知識，同下輔導人家下做的啥類嘅專業知識咯。就是应该这样讲，其实我们当初成立这个系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培训中药的专业人员。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其实中药或中医这样传统医药的东西，实际上是师徒制很重要。对。所以其实，在课程设计当中，其实也是要把师徒这样的一个经验传承，或甚至说我们实作的一个动作呢，能够融入到课程当中。那但是因为其实你要知道，其实在讲说教考好管训当中，教其实是希望能够把一些经验把它文字化，把它传承下来。所以在教育当中，其实本来就还要配合一些现代的一些科学知识，这样我们的中药才能够有一些能够更新，或甚至能够踏上现代化。所以在课程当中，其实就有分配到说，有一些是现代的一些药学的观念的一些技术，那当然还有传统的中药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所以其实课程当中的规划，其实我们都希望学生进来，他除了一些基本的药学知识之外，他对于中药也能够很专精。所以其实我们学生进来呢，其实你看1年级是可能大家都念的一些基础科学，那2年级开始要念本草，还要用植物。那这本草就是最基本的一个中药的一个知识的一个宝库。那药用植物当然就是一个中药材的一个认识的初步动作。那3年级的时候呢，其实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些中药的一些像药材认识啦，或辨识，甚至在泡制部分的技术的，这些都很重要。我们都是3年级重要课程，所以其实学生他在3年级的专业课程，他几乎是等于是把中药的精华都在那个时候修好。但是我们同时会搭配一些，比如说现代一些药学知识，比如说大家知道现在大家对药材的一个品管，大家都很重视嘛。那但是你要怎么去检验？其实以前可能是用肉眼，但现在不可能这样，我们还要透过仪器，所以我们可能在做一些品管的检验当中，我们会训练学生你怎么去认识化学，然后从化学认识仪器分析，然后来做这些检验，让我们的药材能够安全，因为这样对民众来讲才是有意义的。然后再来，当然后面也包括一些行销，甚至还有一些所谓的一些跟产业相关系有东西。对，那当然目前我们其实一直在走向一个方向，就是说希望能够跟产业界结合，因为其实现在台湾中药厂都一直说缺人才。对，可是有这个，我们科系有这么多优秀的学生，没有办法直接去从业吗？当然很多因素，对，但是其实很多人也不想说，既然台湾有这个样的一个科系，那当然我们现在其实是跟全联会啦，跟中药商也是希望说，我们有没有机会可以进去？虽然我们目前还是没有资格，因为我想这个是制度法规的问题。对，还是如果我们回归了。学生有这个制度的话，我相信就会更有一些新生的一些能力呢，可以进入到这个中药产业。就像。老師說到的，主任說到的，其實也就係制度嘅建立，也制度嘅建立，韓國家下兩位實際有講到，還係希望講，對制度方面做得對政府嚟聽嘅制度，也就講其實也下有關嘅主管機關係比普，其實根本也沒有要求家到嚟，唔過現在也報嘅家到實在有太多嘅功夫無法度過來，故作家到用書面嘅部分嚟回應根本嘅人嘅討論，現在大家簡單嚟看到啦，家到呢都係希望講係講我做廿八嘅中藥嘅一個從事嘅部分，聽說我比到人呢中國咧也下人呢中醫藥永續的發展，我繼續來傳統。韓國呢也我做到嘅就係中西醫，我強下來做偏遠嘅醫療，因為也兩項都做得強下來做搞好㗎韓國呢相關嘅醫療照護，按你這樣做得
2种的医学方式向下来带通。再过来呢，政府也下人家讲到的管理制度，一方面去加强的是中医药品的管理制度，韩国下来人讲到的教育部分，教育部分有当到的详细的内容，包含的中药厂的教育训练，韩国再过来是相关的中药的买卖人员。韩国呢，我听得到时代等等的相关的观念、教育训练，再过来呢，加讲到的药师的专业的师傅做得来做到冇？再过来就是为到带通，台湾自家的中药材业、自家生产、自家用，也向相关的种植管理，下来做得来进展。还有呢，真希望的就是也有一个。中医药嘅发展法，確實嚟做到，希望確實嚟做到過後，做得創造新嘅機會，韓國也嘅產業會創造更加多嘅經濟價值，也就係衛福部針對今面嘅節目討論做出嚟一啲回應。唔過實際大家嘅看法係點樣辦？先嚟看樣片過後，再個做到現場同大家傾下討論。20幾年前，它是家數大概有15000家，在大概107年的時候，只剩8000多家，這幾乎腰斬哦。那經過中藥商的一個極力爭取啦，衛福部有針對這個事情哦，把它當成是社會的一個問題哦，有做某個程度的解決啦，但這只是一個葉克膜而已哦。那這幾年呢，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解決的方案呢，有估計大概申請的案數大概是4360位，哦，那獲得那個就是說核准的經營中藥事實證明的這個。人數大概是3806位了哈，所以可以預見說，這個目前8000多家的家數呢，未來可能不到4000家，哦，那所以這個是這個行業的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隱憂啦。我們曾經有一個會員哈，他跟我講說，我的客戶都是50歲以上，所以客戶的族群老化，年輕人不進中藥房，這個也是很大的一個問題。哦，這個當然是中藥業自己要努力的方向啦。如果有人也講說，那你們是中藥業不求進步，所以你們自己會萎縮，那是活該了哈。那我們來觀察這個柑仔店哈，傳統的雜貨店，它為什麼會被取代沒落？最主要是柑仔店它的行業就是不是像中藥業這麼有專業性、特殊性，所以柑仔店被取代呢，它是時代的趨勢。但是中藥業，因為它要營業，必須要有中藥商執照，你對藥的認識一定要具有一個一定的程度啦。好，所以它沒有辦法被沒有藥商執照的其他的行業來取代。好，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再加上中醫藥產業呢，我們來看這個藥廠，或者是中醫醫療院所，或者是藥師他所經營的藥局，他們都是使用中藥的人。那中藥販賣業的人凋零，那就意味着中藥的一個供應鏈產生一個危機。那像大家都係受騙呢，也嘅漢藥房、中藥藥行成日會見嚟見沒咯。不過呢，看準一下現在嘅情形，就看下衛福部嘅回應。其實大家都係希望講藥行成日做允許嘅發展。不過針對藥行回應咯，啱啲嗬，今日裏邊對衛福部嘅上面個叫乜嘅看法同回應，我先請陳普來說一下。好，說實在的哈，看到衛福部這個聲明稿，當然我們還是要肯定衛福部在這段時間，他還是有做一些努力，對於中藥的發展。但是其實我們也可以很清楚明白到，對於我們中藥人才的培育，源源不絕能夠新生這個部分呢，其實這個部分是很欠缺的。不管是從業人員能夠考訓用的部分的制度化的新生，又或者是相關科系的這些學生，能夠真正來到的我們這個藥房，能夠或者是藥廠裡面去工作這些新生，其實這個部分的制度的規劃其實是很欠缺的。所以其實我們整個台灣中醫藥的這個發展，其實一定不能欠缺中藥人才。如果他能針對這些中藥專業人才，能夠更接地氣的把這個政策擬定好，做所謂的教考訓用的制度呢，更落實的去推動的話，我想它會是更有幫助的。好，謝謝陳普。那教授，剛剛我們有講到了，還是這個人才，那就這個回應，對他其實這個聲明稿當中，你會發現到說，他還是在偏一些所謂的中醫方面的一些整合之外，他其實對於教育體制還是沒有提到。雖然他有針對說，哦，我對於中藥從業人員的專業知識的這些訓練，教育很重要。可是是現在的人哦，他並沒有指到新的人可以進來這樣的管道。雖然他一直提到藥師，因為沒有錯，其實一開始規劃的時候，他們是希望能夠執業中藥，但實際上
真的实际状况当中，其实药师他们真的有没有意愿进入到这个产业来，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另外它还有个第2点的后半度是有关于中药材的部分。其实中药材部分，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大概86%以上的药材都是从中国进口的。是。那如果当然要自给自足，其实是有它的困难度。那曾经我们也跟很多一些中药厂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其实你们种了，可是问题是成本上来考量的时候，我不一定会真的用到你台湾产的。因为这个是成本上的考量，对，但是我们还是很感激、很感谢说中医药师哈，他愿意推这个中药材的在地化的一个生产，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利基，也是一个未来有可能可以发展的部分。谢谢主任。从这个自产自用这个方式来看，那李司总，你看看法还蛮感哦。那个就像那个刚刚主任讲的哈，其实中药这个产业的话哈，本身政府它现在它是要把它定位成说就是一个专业证照，几乎它现在之前像我们在抗争的时候，它也对外也讲说啊，我们也有很多那个药师可以来经营中药房。但你家就是实际的例子啊。对，我就是一个很切身的例子。我还是真的，当初我也是因为那个考试考不上嘛。那我就想办法让我儿子去念那个药师，因为毕竟那时候药师修16个学分就可以管理中药房啊，结果也大让我失望。他修完16个学分之后，他外面的机会太多了，药师的机会太多了。那我们中药这个传统产业这个市场逐渐的在萎缩，所以他不愿意待在家里了。所以还是要回归制度，让真的想做的人，真正想要做的人来靠一个竞争。这个才是重点。其实这个卫福部里边，他讲到那个中药的发展史这边，我觉得哈，他还是有要用心在规划啦。可是我觉得哈，还是要这个教考训用。民间的力量，我督定政府来进步，督定政府来建立制度，一件事情来上是也看到我们有目共睹的。是唔过呢，大家讲到一件事情，我希望安尼做，就会希望同也得有人才培养下来，行过再过来汉药房冇就安尼模特的，是唔过呢，当到安尼模特的过程当中，有人啊，佢将就转型，唔过转型佢希望诶做出新的机会，下面来看由后生研究冇同个概念来经营汉药房。这个是我们的美人早起拿铁，里面呢就是有放了我们自己制作的、自己熬煮的桂圆红枣酱。批店中药材精品咖啡，宁夏李美也满意。很棒哦，非常的香醇。呢一店本來係中藥房，我係感覺全部都舒服，東西味都好食，微想有哪裡不舒服的話，你過來這邊吃的話，全部都好嘞。一間討厭中辣咖啡館，本來係傳嚟8年嘅中藥行，天台好心林，沒有中藥上嘅執照，接觸過後轉型做咖啡館，沒保留下來，年來要虧。我自從開店之後，我才發現，原來我這個想法不是只有我有，對。然後我發現很多人就開始也是，像年輕人越來越重視養生，對，所以開始很多人會開始去尋找一些漢方茶，對，然後尋找一些藥膳的東西。那我覺得透過我把它轉成咖啡店的模式，可以更主動的去向年輕人一輩去推廣我們漢方養生的一些智慧。太學讀沙港嘅何先年看得中藥房悄悄沒落，2016年同佢爸爸討論過後，決定轉型做咖啡館，還係保留部分中藥房業務。傳統中藥房第二胎每13萬頭轉型。新北市林口路嘅中藥房，實係對符合傳統出發，得到衛福部全台灣8間中藥房進進計劃其中一間。投上二胎支持下，第二胎接班，還可注意寧夏管理經營品牌。其實早期大家對這個行業不熟悉的時候，會覺得說，好像黑黑暗暗的啊，還是都不知道這個是什麼，吃什麼，我買的東西重量下多少啊，然後問得很模糊，所以我們希望把這個東西做得更透明，不管是從顧客面說，買到的是什麼東西，來自哪裡，什麼等級，把它分清楚。
因为从本来老顾客习惯的方式，或者是爸爸那一代习惯的处理的方式，到我们这一代，一定会不停的想要有一些改变，或是更符合当代的人他的需求的这些。那过程中难免会有，但其实我觉得在我们家的药行转型上，我们算是相对幸运跟顺利，因为爸爸妈妈其实给我们的支持有多过担心。研究了中药房认为，现代化经营方式，比如讲名路行销当然要做，不过创新并未引进中药成药，颠倒的符合传统同专业，将做的前瞻传了几千年的中药价值。無論係愛轉型中用嘅方式嚟經營漢藥房，其實都有佢嘅想法行過理念嘛。只不過就係講同樣嘅漢藥房數下來過後，也就係多啲嘅機會，幫大家來認識行過了解漢藥房嘅存在。也就係講，啲都講愛轉型，也係講有新嘅機會，聽說愛有人來接來做。也就係講，也係一般啊，看到嘅漢藥房嘅經營者藥商，佢單都差唔多50-60歲嘅。好，故所講係講呢，人講嘅有傳承過。後生下來30-40歲、20-30歲人我來接嘅時節，其實佢哋按我建議，也就係同老一批嘅鄉下來討論，看用嘅比做到行下好。只不過係要轉到一個問題，就係日當中按用嘅來接一個地度啊，有哪啲嘅問題行過麻煩，我來克服。故做講，我請請教主任，人家可能培養出按到後生嘅，人家沒有講，其實有一度嘅機會，只不過就看後生按用嘅線。實際嚟講，唔了解到嘅。日哋會後生嘅係做乜嘢較多咯？有人真正去做漢藥房係，而係講上去做最多嘅困難係乜嘢？我們學生其實在一開始的前幾屆當中，有真的是他們本來家裡就是中藥房。所以他們等於是來念這樣的一個我們中藥資源學系之後，回來繼續接。對，當然那時候還是有法規，不過後來又是因為換照的關係，就有方法可以繼承。那當然也有學生呢，他對於因為念這個中藥相關科系之後呢，他對中藥有興趣，去做相關研究，或甚至到藥廠工作。那另外呢，還有一部分呢，其實很有趣，他們後來考學士後中醫系，因為他們認為說，在學士後中醫系當中，他們是學中醫為主。那如果他是學中藥的話，再來學中醫，他可以中藥、中醫兩個都會很精進。對，那當然我們的課程當中其實也在希望培養出我們學生能夠是有生物技術方面的一些技術的觀念，跟現代跟傳統的中藥知識。所以我們甚至在課程當中還有另外一個學程的學分的設計。像我們有一個是做屬於中草藥生物技術的學分學程，那另外呢還有一個是中醫藥的養生產業學程，就因應現在時代需求。對，因應現在時代，對，因為我們希望學生能夠在多元多學，那他們出來之後，他們其實可以不同的一個方向去做，不會太局限。對，那甚至現在還有學生往食品方向去走，因為其實台灣食品很多都是在做跟中藥有關係的一些產品，而且現在醫藥同源，其實大家對於中藥是很多飲食都會很注重。對，所以其實我們學生就是他們方向其實就變得很多元。所以其實有時候我們在跟學生講說，雖然目前還沒有這樣的相關的證照，但是呢，沒有證照另外一個好處就是你可以多元，因為你沒有被限制住，所以你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產業去做。那甚至我們有學生也是後來因為家裡關係有機會可以開中藥商，可以開到中盤。所以這樣部分其實我們都覺得說，其實學生他學習之後，他可以用他的知識，然後應用在不同產業，我覺得這個是好事情。老師所說的，我們就這張圖帶大家來看。其實簡單來講，嘉先生講到嘅就係有藥廠，韓國再過來就係福卡係開漢藥房嘅，也其實就係一般認識講，做地接觸到也係漢藥材嘅一個無窮用嘅。算是單位啦，不過再過來詳細來看，現今嘅重點係標題也嘅主要係賣漢藥嘅一個買賣商，也當中呢，佢做嘅作為就人家講到嘅漢藥，也當中嘅技術保藥嘅啊，韓國還有一些完善高單，它這相關的技術也係當專業嘅。再過來就係還有人講到嘅，佢做嘅本做。有口號中藥，也就是說我們現在一般拿的那種藥粉或是藥丸，這是濃縮型的。再來就是用傳統的方式來作為完善膏丹，那是不是就是我們可以直接用漢藥原型去把它打成粉末？這個是我們在可能係漢藥房去做的做到嘅。不過一件事情就係大家看到嘅，佢係冇見冇幾副嘅。再過來就係人講嘅藥廠嘅部分，佢其實作為主要就係兩種比較濃縮製劑，然後再來是傳統的製劑這種的，
经营。那再来呢，一般加工都会有浅薄的，就系用口服中药嘅部分。再过来就系呢，中医药嘅一个产业嘅分类，我想系当复杂嘅。不过也大家亲弟嘅听众就系中医师。中医生、中医师啦，因为大家要去看中医咩，要看中医嘅时节，就要有拿药嘅、拿中医药粉转去食。不过也当中如果补药嘅药嘅水药啊，这就可以回归到我们是不是在这个贩卖商、就人家药房，韩国再过来呢，相关的痔疮药等等的都有机会来做一件事情。再过来就係人家講到一個關鍵，係講唔好去像先生嘅可能出嚟過後，佢係講無法度拿到嘅執照時間，佢咪無法度開自家嘅藥房。唔過呢，藥師佢係做得嚟，佢去收嘅學分過後，佢其實做得去開漢藥房。故所講，這個產業的分類有蠻複雜的啦，所以大家才會說，其實漢藥房同漢醫也當中產業嘅類別，大家都分唔清楚，大家咩唔知道講，漢藥房嘅人才、嘅知識按正規，帶大家來從事。故所講，問題我去請教就係理事長，你按專業吼，作為不卡傳的按倒推，你啱咩堅強調，亞拉嘅係藥師，唔夠佢冇來接。好，去做腦部行較好嘅條路。故所講，唔係睇到講一件事情，係咩回歸到希望講大部分人嘅利益本，大家睇到講，也係專業，我再過來本，大家來好好從事。其實啦，講到中藥嘅東西嚇，博大精深啊！學士嘅嚇，要3年4個月，即代表講兩隻行業嘅了解到嘅東西，要學嘅東西當多。一般後生人。佢像我咧藥師，佢修中藥嘅學分，佢對藥材都實在識都識唔透咧。唔好講佢泡汁，所以講一方面也中藥，你政府你規下講會部分嘅藥師來做，佢都我都當反人佢來做。其實佢都做唔得來啊，佢咪冇上去做啊，按辛苦，時間按長，穿按收錢。所以講你係目前你中藥會人才會傳承嘅原因是多啲啊。按二來做起咪當到後生嘅佢跟家家家爸爸或是跟家師傅都係學好多每來，那看唔到執照啊，看唔到執照冇每來啊。在這種的過程當中，無形中就會造成年輕人的一個人才的一個流失了啦。其實我們剛剛也是，一直在談這個問題。對，還是真的要回歸到一個教考訓用，這個才是有辦法來給培養出一個下一代真的一個優秀的一個中藥人才，然後中藥這個產業才能夠永續的經營下去，這個才是重點。重點，謝謝理事長。理事長講到。行要賺到也嘅教考訓這個制度啦，我們才可以把人才留下來。不過重點行嘅標準係講上去同漢藥房留下來，加樣片度方後生人嘅經營想法真正係冇效用。符合傳統，也係講有其他嘅做法嚟做創新，還可以保留到嘅本地嘅產業嘅運用同機會。我想問一下陳普，唔後生人嘅角度，雖然講唔係加到漢藥房做尋求，不過後生人嘅角度真正會想去從樣片度按嚟做起。如果青年的角度，你會怎麼看呢？以我現在在經營我自己家的中藥房來說，說真的，因為因應時代的變化，我們家當然也會有賴的社群啊，還有更多便民化的這些中藥的相關服務，不管是什麼轉骨的啦，坐月子的這種急飲包，或者是幫客人的這些代客煎藥，甚至於說有的獨居老人他不方便的，我們也會幫他送藥送到家，甚至幫他宅配到各個縣市，把藥材宅配出去，這些東西我們都一定有去做。但其實讓我從事這個工作，我覺得很有意義的是，我舉一個例子，就是有一天我這個是去年還前年的，有一個週末假日有一個客人，他大概晚上我們10點快要關店了，然後呢，他就來到那個女客人，她就看得出來，她神情是匆匆忙忙的進來，她就拿了一張單子，她手寫了一個方子，然後我就看完之後，因為我們是專業人士嘛，所以我們看我就說，他這個方子，他主要治療的應該是關於婦科止血部分的這個方劑。然後當下我就問說，你這個方子是誰要吃的？我們就會去做一些詢問。詢問完之後，他就講到他家人的一些狀況，然後固定給一個中醫師在看診。那因為今天是週末假日晚上了，那因為
他们的家人有这个状况，然后他是跟中医师通完电话之后呢，然后紧急要这个紧急想要做这个处理。我说好，那你方便帮我打电话给医生吗？他说可以，他就很感谢我，他就马上打电话给医生。跟医生讲完之后，我就跟医生问说，你这里面有的药材，你有没有需要泡制？比如说它里面有艾草，我说你这个是止血的，你有需要帮他炒炭吗？他说需要。然后我说那你这些药，我有一个药，我说你这需要处置吗？因为它入肝嘛。我说你要不要处置？他说好，这个很好。然后呢，我就帮他这样子询问完之后呢，我说好，那我清楚了。那当然这个东西，这个方子是民众抄的，是。那民众他当然知道这个，他很相信这个医生。那我是针对这个客人呢，我就跟他说好，那你放心，那他抓凉铁，然后我说好，我帮你煮到好，那你待会大概1个半小时之后你再过来拿。对，我马上紧急帮他药材抓完、泡制完药材之后，帮他下去煮，它里面有阿胶，也是要后下氧化的。对，这些东西我帮他处理到好，就让他直接来拿。是，然后他来拿药就已经快12点，可是他再来的时候，他心里整个就很安心，他的那个紧张、焦虑情绪就已经缓和下来了。对。在我来说，其实从事中药工作最主要就是我能够帮助到这个客人，他变得更健康了，然后甚至帮助到他的家人，这些状况能够解决，这才是让我这个行业有成就感的部分。大家都希望讲产业有新的机会，要人落来。除咗今邊嘅經驗，甚至有經驗呢一個漢藥房嘅業者，佢哋要分享以外，還有其他業者有乜嘅想法冇？我哋看樣片。因為更加嘅路線來講法，一定要先考上藥劑呢，嚇藥劑呢以後拿到藥師，然後有36學分嘅中藥學分，你都可以開中藥店。但是按當然講起嘅，做乜嘅嘢當然唔會來開中藥店，因為開中藥店嘅成本太高。嗰時算起來，一度有藥師嘅人、藥師牌嘅人，而絕對冇來開中藥店嘛。但是一定會睇人嘅店嘅地位，可能會有一些調劑性的科學中藥。科學中藥同中藥一件事情到底係等於嗎？其實我相信他嘅人會提供，因為其實中藥一部分，而唔單止講係藥嘅一部分，藥嘅用係準備，用係保存，用係來源一部分，其實係啲櫃體嘅項目。我哋從我會講中醫同中藥係兩個櫃體嘅部門，唔係講中藥係一啲附屬在中醫嘅一個小部門，因為其實對以前來講話，中藥同中醫其實係兩大共用體嘅部門啦。而家看後來係其實中藥已經慢慢地沒落，等於講中藥唔單止講有人會講，咁你可以轉成藥膳啊，轉成講乜個茶包。對於我自己嘅立場來講嘅話，而可能藥膳地位冇得講啊，但係我哋講乜個茶包地位，而代表的技術成分不到中藥的1/10。中藥還有幾多位幾出的要保留下來嘅嗰東西，其實而家喺台灣來講嘅話，已經好危險嘅啦。有啲人根本連唔點樣用泡製嘅，甚至講唔點樣用去看亞嘅藥材係某個地方嘅藥材，甚至連幾多以前保存的方法嘛已經冇嘅。我覺得是這個產業斷層太多，就是說到我們這一代，以我來說，在還沒有新的人也進來之前，我算是在中藥界算是比較年輕的，那有的已經甚至更老，已經凋零的。那到我們這個大概有20年左右，沒有新造法，沒有發新造，所以就變成說這個產業會有很多斷層。一直以來政府他可能對這個產業的輔導，他們一直，比如說衛福部他希望做的，那教育部不一定做。沒有學校，沒有這個科系出來。比如說你有一個中藥系啊，或者什麼的，但是沒有這個科系出來。但現在不像以前是，像我們是學徒吧，那時候是師傅手把手這樣教我們起來。那現在應該是要有一個正規的教育，可能會比較好。我想睇國家樣片呢上面都了解講，其實規個做漢藥嘅這個中藥嘅從業人員啊，佢哋共用嘅想法就係一個產業做唔到，韓國建立嘅好嘅制度，怎樣法度培養人才，同一個產業真正嘅允許嘅發展下去，大家都希望亞方產業做得有新嘅機會、新嘅發展，韓國屬係佢哋嘅傳統經驗。故所講一個問題安泰，講起來複雜，也係複雜，講起來簡單也係簡單，大家冇去倡議嘅，愛同一個漢藥房一個
个汉药材一个产业吧，好好的保存下去，含个培养含较多的人才。问题就整个转到一个重点，其实人家内面都有讲到，当到位制图希望政府要来冲刺，是毋过呢，一个冲刺迄个一步啊，可能会无按脚的。尤其呢，喺2019年12月初6嘅時節，立法院已經3讀通過嘅中醫藥嘅發展法，也當中其實有7章24條，大家都知，是毋過呢，有在個轉到家內邊嘅回應，其實雖然有也好，立法過後，毋過對產業、規個產業、規個環境呢，實質嘅幫助。可能還係有限呢，故作講係我大家強下來失望。每年我就請教先請教理事長好嘅吼，理事長，而家見講到人才嘅培養，含個相關嘅訓練一定重要。佢針對下來人家嘅漢藥房，也講也規個漢藥產業嘅發展，有乜嘅建議冇？講嚟講去吼，係你愛個基本嘅知識吼，該基本嘅功夫要拉啦，吼，你要做了解嘅東西吼，其實。一方面養生保健來的，對藥材認知度一定要很夠啦。其實我本身也有在做進口，所以說我們在這一塊裏邊，我進口的藥材幾乎，都是達到前衛檢出，包括中間農產二氧化硫啦，對於中藥這個東西，我覺得是要吃，也可以藥食兩用，藥食兩用，可是一定要把它這個質量要弄好。其實保存環境也很重要。其實一般來講哈，其實我們中藥房裏邊有一些，他們本身他們對藥材哈進來的話，它就沒有一個冷凍的一個空間。有時候你放得久的話，它無形中，因為台灣氣候型的氣候哈比較潮濕，無形中有時候發霉，你肉眼看不到的。是。我覺得這個在藥材這一塊的話哈，除了專業，也要把它保存好了。人才來講，當然現在人才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斷層，斷層的問題了。早期很多人跟那個師傅做一做，他看不到未來，他也不做了，就離開了。然後現在呢，那現在如果說你現在要做的話，就是像剛剛主任講的，他資源系的學生，學校他家裡本身他就可以用那個政府的一個屬於那個針對這個。它不足的部分能夠一個蘿蔔一個坑來補上去，來補足這個問題。當然這個是很好。最終來講，一個教育還是最重要。那學校的重擔很重對，這個所以說，我剛剛也在問那個主任，我說上次看到新聞的哈，好像媒體有報道他們停招是不是？停招，我看到這個問題我很震驚啊。也千萬不要停招。是。真的，台灣賦予眾望的一個科系。對中藥的一個最高也是唯一的一個學府，就是我們這個中藥資源系，中國醫藥大學的。其實他對中藥界真的是源源不斷可以培育出很好的人才。只是這些人才爾後他們的出路，我想政府這邊我們一起來想辦法留住他們。對，讓他們願意來做這個行業，也可以在這個行業裡邊得到一個位階、一個認證，這個才是重點啦。問題我要強調下陳普剛剛理事長講到嘅其實很多是對這個產業規個太希望。不過你剛剛沒有分享到，亞太家對漢醫呀，我們這個中藥材的使用，不論你是食補或者是真正係線上開嘅藥房嘅本身驗一個漢藥來說，大家對它的醫療的效果還是有一些的寄望。故說講有一個醫療效果過後，唔知道講啥嚟一個傳統以後。大家從事啊，對一個產業，我還較有希望係，你也得會用可能。其實台灣的中藥說的近10年來進口甚至所謂的市場抽驗機制合格率市場抽驗機制高達90%以上。意思就是說，我們台灣的中藥材其實民眾可以食用的非常安心。但是這件事情，即便衛福部官網有公開了。但是其實大部分民眾是不曉得的。其實就像我在藥房裡面在工作的時候，我其實民眾常常進來就說：“你們中藥就有重金屬有農藥殘留。”我說：“其實真的，叔叔阿姨們，你們要很放心，台灣的中藥其實真的都有時候比你市場買的這些路邊攤的菜還要安全。為什麼？因為我們是受衛生局的管轄，有嚴格把關。那所以其實以政府的現在整個的輔導機制都偏重於檢驗抽查嘛。”所以就變成說，其實藥材很安全，但遺憾的是，民眾不知道它這麼安全的情況下，大家可以很放心的來選用。那再來，其實我們看到中藥的台灣的整個發展狀況，其實
中医药它其实有点发展是失衡的状态。就如同像我们台湾的整个健保的给付中医药的这个资金大概有300亿的补助，但是其实中医占了60%，中药大概占了40%。那其实这40%当中呢，大部分的这个补助款其实也都给了中药自己。那但是给了中药材呢，其实是少之又少，因为它提供的都就是针对自己的抽查。可是对于中药商推动这些中药材的相关的整个推动后续呢，其实补助是很少很少的。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就变成说，其实台湾整个民众在使用中药的这个部分的信心啊，其实都很薄弱。我即使对，它可以有很好的疗效，都是源自于我们中药商，站在自己的角度位置上很认真的去把关去做的这些事情，不管是泡制药材也好，或者是把这些药材提供很合法、很安全的药材。但是民众知道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号，大家甚至都觉得只有药厂提供的很安全，但是药商给的，他们会问号，或者诊所给的很安全，药房给的安全吗？也会问号。对于我们整个人员的心声，就如同刚刚前面理事长所讲的，锻炼了。因为没有相关制度的配套措施之下，不管是科系学校的学生毕了业，他没有一个考试认证，他的专业背景没有办法被认可。同样的，中药房的从业人员一直以来也都期盼一个考试，让我们的身份可以被怎么样被肯定，更受到大家的相信。人才啊，真紧要请到，我保留下来很不安个耶。古总讲。重担就是回到主任身上了哈，主任，你做同仁讲一下哈，人家口内啊，大家都寄予众望，希望讲无论迄后生嘅出嚟个好有心呢，投入无就係做對同中藥房來合作，跟人家都對三下嘅建議韓講也情形啊，你們有什麼樣的看法嗎？我们都开玩笑说，其实中药材进来还要签证，对，海关要检查。可是相对来讲，海关就注意到这个事情，因为海关的人员不一定懂中药。所以海关有特别设立一个特考，是一个海关的一个关务的特考第3等的一个专技人员。那根本就是为我们学生开的，所以我们学生就是他去考这个特考，因为什么？他就是在边境做这个管控的部分。对，因为你即使有报告出来，但是他还要是要辨识说这个药材对不对。那你怎么让他药材能够进到我们国内来？对，所以甚至这个，我觉得边境管制其实在国际间也蛮有名气的。因为我们曾经有碰到一个英国朋友跟我们讲说，你们前阵子有一个黄芪几10吨的黄芪被退回去，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对，黄芪很重要的一个很大用的很大的药材。对，然后我们就后来去查说，它是重金属超量。OK， 那他是说那我了解了，但是我重点关心是这些药材后来怎么样？他们担心说这个药材是不是到时候是当场销毁，还是退回去？那退回去之后呢？他说那会不会销到我们英国来？对，他是担心这样的问题，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台湾中药的管制其实是蛮好的，那也加上我们学生有这样的专业，其实对于关务这样的一个管控方面，其实我觉得我们学生的专业就发挥他的一个特长。对，所以其实我们未来也是希望说，其实今天人数变少了，那我们当然就精英化。那精英化当然提到说我们要跟产业做结合，对，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目前规划是说，第一个跟我们的中药商能够做一些连接，对，所以我们也开始像我们有一个课程，开始找一些2代的或转型成功的中药房来跟学生做演讲，让学生开始有一些想象，说，原来中药可以这样的经营，不管是在传统的或是在转型方面的一些案例，然后让学生有一些刺激跟一些欲望，然后再来呢，我们就是也希望跟全联会合作，未来有更多的一个实习或训练的课程能够结合。对，我讲这个实务部分，因为毕竟我们还是要把师徒制的精神带入到课程当中，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类似像一个技职体系。我们等于是目前跟5家药厂已经谈好了，符合他们所需求去培养人才。我们就共培，共养培。对，共培像技职体制的模式，就是有些学生他们可能未来想要走产业，走那个中药厂的这样产业的，那他就依照每个药厂他需要的人才。然后呢，跟学校的老师配合，那这个学生的课程除了学校基本课程之外，他还要去修一些跟药厂需要的课程，甚至证照，然后他毕业之后就可以到这个药厂去工作。所以这个也算是说，我们也是一种转机吧，入学即就业的概念。对概念，我觉得这个算是比较实际，所以我们要针对不管是中药房或是中药产业的中药厂，我们都希望能够都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可以让我们学生有多元的发展。
谢谢主任。谈起来，今日就係希望講，漢陽房一個產業要保存下來。當中要就係政府來從事，韓國呢對制度方面來做實施。唔過，最重要就係香港嘅同。當我簡單清楚來，也講培養起來，也有人才留下來，留喺一個產業界來做經營。無論佢係想去藥廠，也係講對漢藥房，也係做其他相關嘅事情。也就係講，人才冇咁簡單，漢藥房嘅一個經驗，我用嚟上下去，帶啲大家來從事。韓國呢漢藥房啊，亦都地度嘅飲藥嘅師傅，一個老經驗，佢也都對藥嘅敏感嘅程度，大家有機會做得去。看啊，韓國實際去了解，冇聽錯，不用冇強樣對一個產業嘅想象。以上就係今日全民大會，帶領大家向下來關心漢藥房嘅生存問題。下個禮拜沒有記得準時收看我哋節目，按住先。